《三国演义》里边啊，刘备这边有五虎上将，关张赵马黄，关羽、张飞、赵云、马超、黄忠。这个五虎上将里头呢，有两个大帅哥。有人说那肯定赵云算一个，那个是谁？那个其实比赵云还帅，马超。马超在三国里头呢，有外号叫锦马超，就锦绣前程的锦。就是马超呢，他不仅仅是模样长得漂亮，这个人的身材比例匀称到一定程度，腿特别长，搁现在人就是那长腿欧巴，跟韩国的偶像差不多。说这么一位大英雄，还是这属于颜值爆表那个类型的。说这样的人一定有桃花运呢，很多女人都喜欢他。可这马超有点背，怎么背呢？凡是跟了他的女人，要不就让人给弄死了，要不就让人给送别人那儿去。就马超是个地地道道的克妻专业户，不光克妻，把他爹呀，把他兄弟呀，还都给克死了。咱们现在知道那是封建迷信，可是呢，性格即命运。就一个这么了不起个英雄人物，最后弄得灰头土脸，很失败。他性格里头可能有些缺陷，咱们今天就给大伙说说这个锦马超性格上的缺陷是什么。一提马超就有这么几句话，说那马超乃名门之后，打小呢他就跟他爸爸呀西凉马腾在一块混。西凉是哪儿呢？就现在的甘肃宁夏呀，加上陕西南部的一部分，或者叫西凉。老马家呢就在这儿，一直这个地方的军事长官。这马腾呢也本身是一代名将，打小打仗的时候就带着马超一起上阵，所以马超年纪轻轻呢，马上部下呀，什么弓箭呐，刀枪样样纯熟。由于这个孩子长得就漂亮，所以当时在战场上得了一个锦马超这么一个外号。当时这不是曹操在这个雄踞北方，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定都许昌吗？马腾就想，我呀也别跟曹操较劲了。原来说这个汉献帝有密诏，让刘备啊、马腾啊这些人呢反对曹操。马腾一想，我都这岁数了，我还扑腾什么呀？我干脆吧，我就向曹操表示我不反对你了。其实呢，向曹操表示呢，就等于向汉献帝表示，意思我就彻底归顺了，以这个皇帝名义为我个官，我也不算投降曹操。曹操一看西凉马腾兵雄势大，要主动上来了，那去了一块心腹大患了。所以西凉马腾是曹操一块心病，一看主动表示了，那曹操乐不得了，行啊，你来吧，干嘛呢？封他到邺城当官去，说白了就养老去了。就这么着的，马腾呢带着自己俩儿子，可不是马超啊，他两哥哥到这地方当官了。这个时候就形成个局面什么呢？马超啊和当初马腾的老兄弟韩遂一起留在西凉，而马腾带着俩儿子呢到邺城当官，这一个在这个河南这边，一个在甘肃这边，这距离可就拉开了。照理说呢，自个儿爸爸和哥哥呀在人曹操手底下，你得老实点。可是呢，这马超不是这样人。你要说他骨子里头天性凉薄也有道理，就他好像没怎么拿这个爹和哥哥的命当回事儿。而这个时候呢，马超呢跟韩遂商量，咱也不能听曹操的，咱干脆吧，雄霸一方，他不拿曹操当回事儿。后来弄来弄去呢，居然跟曹操还打起来了，打起来呢还把曹操给打够呛。因为马超我们说他确实有军事才能，本身功夫也高，所以后来潼关大战把曹操打到什么程度呢？割须弃袍于潼关，夺川必剑于渭水，就是说的马超和曹操的潼关大战。败军之将跑啊，人家喊长胡子的是曹操。曹操一看，赶紧把胡子拿下去，后边喊短胡子是曹操，抓曹操没办法，把斗篷披上了，红斗篷是曹操，给曹操追到这场。夺船必剑于渭水是什么呢？到了渭水这呢，曹操赶紧上船要跑，这时候他有个忠心耿耿的大将虎痴许褚，
这许褚护着他，呢，到什么程度？把这个身上的衣服都脱下来，为啥？乱箭如雨，挡着箭。后来许褚身中不少箭，总算把曹操给救下来。所以这叫割须弃袍于潼关，夺船避箭于渭水，差点要了曹操命。所以这时候曹操打了败仗，回去琢磨了：你小子敢跟我掰手腕？你爸爸、你俩哥哥都在我这儿呢，我这有人质啊！因为曹操好玩这个。当年不是火烧新野之后，曹操一打听，说刘备手底下没人呢，这哪来个谋士呢？就徐庶、徐元直，在诸葛亮之前投了刘备，后来诸葛亮也是徐庶推荐的嘛。这个徐庶呢，火烧新野，这曹操呢受不了了，说怎么得把这徐庶弄过来？采用什么方法？一打听，徐庶、徐元直有个老母亲在家，把他母亲给抓来了。说你要不过来呀，我杀你母亲。徐庶没办法，哭哭啼啼跟刘备辞行。所以曹操呢，用人爹妈要挟你，常有的事儿。所以就把这马腾啊和他俩儿子弄出来了。那你儿子这么对不起我，也不管你们死活，我得通知他一下。那你马超，你要再跟我作对，把你爸爸、你俩哥哥杀了。这马超根本没拿这当回事，继续拧着脖子跟曹操干。曹操也没惯着他，咔嚓咔嚓，他爹、他俩哥哥全让曹操给砍了。就等于他这时候头脑是冲动的，他不约束自己，哎，我自己想怎么着怎么着。可能呢，他心里头也不是一定想害他爸爸，就这时候他由着自己性子了，结果其实等于他爸爸、他俩哥哥间接死在他手里。这一死，马超急了，为啥？谁都是也不是石头里蹦出来，爹娘生父母养的啊！你用这种方式把我爹、把我哥哥弄死了，其实在马超骨子里头就埋下了这个报复的暴力种子。接下来的事儿呢，爹和哥哥没了，马超更加没顾忌了，疯狂的对曹操地盘发起进攻，打一座城叫蓟城。这个蓟城呢，守城的将领叫韦康，这个人能耐虽然不大呢，但是很有骨气。马超兵力比我强，打得比我好，我不投降，死守这座城，等着曹操救援。马超困这城困了8个月没拿下来。咱们这个世界战争史啊，无数次证明这个问题。打的艰苦的仗，最后会留下很大后患。打艰苦时间长了，这当兵的没地方发泄，久攻不下，一旦这个城拿下来，就要屠城。咱们这个西方也有看古希腊神话特洛伊战争，围特洛伊围了10年，攻不下来，还损失1员大将，就是阿克琉斯。阿克琉斯之踵嘛，这是古希腊神话里头经典的这个故事。最后呢，用特洛伊木马的计，把木马搁那，咱撤吧，当战利品抬城里。半夜这木马肚子里头有不少将士出来，把特洛伊攻下。结果攻下之后一通杀人，特洛伊城成了一片火海。所以这马超、马孟起围了8个月没下来，这火大了，就是一旦攻下我就屠城。可偏偏在这时候呢，韦康投降了。他怎么投降了呢？困了8个月，城里老百姓受不了了，饿死太多了。韦康一看，我再抵抗，我所有人都得陪着我一块死，我死不足惜呀。这些人呢，人命太多了，干脆吧，我也等不来曹操救援了，投降了。他投降倒霉，这时候正赶马超在气头上，天天在这中军帐里头咬牙了，你等我拿下。为什么是琢磨着一看，正好你出来了。马超没惯着，把韦康全家给灭门，男女老少40多口全给杀了。这一杀，军心震动。为什么？跟着韦康一块投降的，这里头就几员将领心里头害怕了。为啥？我还能不能跟你混啊？你说你这个杀这个杀那个，那你们是两军作战敌人。我们现在投降是你的人，你居然把韦康全家给杀了。不用说，杀完他可能轮到我们呢。我们跟着你战战兢兢的，这人太残暴了，怎么能干这事呢？这些人心里头就不踏实。可是那时候打不了马超，只能忍着，终于赶上马超呢带着士兵出去打仗去了，留这些人守城，这可逮着了。
领头的人叫杨府，跟着韦康关系很好。哎，把原来降将过来这些人拢到一块儿，报仇的机会到了，在城里大开杀戒，把马超的老婆孩子弄到一块儿，一个一个在城楼上砍死一个扔楼下一个，砍死一个扔楼下一个。说白了，冤仇一解不一结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你把人家全家灭门了，灭的都没有道理，回过头你自己就得遭报呀。所以马超这时候眼看着自己老婆孩子尸体噼里啪啦从城往外掉，肝胆欲裂，没有办法，这就是活报应，现世报。他这么一弄呢，马超手底下人呢军心不稳，就跟着你这么个主子，喜怒无常，由着性子这么干，所以他手底下很多人兵败如山倒，哎，投了曹操了。最后马超没办法了，一个人呢从大营里跑出，奔哪儿？投了汉中张鲁。汉中张鲁倒很高兴，很愉快的就把马超收下了。收下他为了笼络马超呢，是想个主意，我把我女儿嫁给马超，反正他也单身，没法不单身呢，媳妇都让人弄死了，所以他想把女儿嫁给马超。这个时候呢，还有个谋士叫杨柏，说主公万万不可。为啥？你不能想一出是一出，收留马超可以，把女儿嫁给他不行。此人天性凉薄，不管家人死活，性情残暴，不约束自己，反复无常。你女儿嫁给他呀，怕死无葬身之地。哎，张鲁一听也有道理啊，我留他，别下这么大本，把我这宝贝女儿还留下，就这么的断了这念头。但是马超呢，在汉中待着也不能一人担着，时间一长，有人给介绍，哎，就娶了一个姓董的姑娘为妻，说这你就好好过日子吧。结果他这个媳妇也没保住，还怨马超自个儿。刘备呢，这不是进入蜀中吗？刘璋本身兵力弱，就往北呀找张鲁，你能不能借我点兵？刘备来打我来了。这关羽、张飞太猛，虽然关羽远守荆州，但张飞我们挡不住，你能不能有好使的人借我使使？张鲁挺大方，行吧，让马超去吧。就这么着，马超呢带着兵啊，当然张鲁不完全放心，还有监军什么的陪着一块来。这马超确实勇武异常，在曲成都一战呢，与张飞挑灯夜战，白天没打够，咱俩晚上接着打，打了800多回合，俩人不分胜负。说白了，都有点英雄惜英雄。刘备看直搓手，哎呀，这个人应该弄过来呀，这应该是我的人呢。这个时候，诸葛亮给他出计策，咱有办法弄他，咱把他两军阵前呢，他现在跟张飞惺惺喜惺惺，而且这个人目空一切，瞧不起张鲁手底下那人，哎，跟张飞能跟他打一块儿去，他看中咱们了，哎，就说他起码他愿意跟你对话。打完人说跟马超商量点事儿，结果马超叫跟前去，声特别小，嘀咕嘀咕嘀咕。这时候城池顶上啊，人家张鲁派了监军给看了，这马超干嘛呀？跟张飞打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上前还嘀咕嘀咕呢？你想想，本来对于你投诚来的人就不信任，你这马超不约束自个儿啊，觉得自命清高，我想干嘛干嘛啊。我也不是说要投降刘备，怕什么？说两句话怕什么？他明明心里头觉得我这个赤胆忠心无所谓，可他这个行为让人怀疑。再回来之后，人监军在城楼不让他进城，你能耐这么大，进来把我们都宰了呢？打开城门让刘备进来，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呀！这事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马孟起不能再进城了，把马超挡城门外了。马超没办法，走投无路，只能投靠刘备。可跟着刘备，你别忘了他媳妇儿姓董那位董夫人还在张鲁手底下。张鲁就算挺仁慈的了，也没拿这董夫人怎么着，你在我这就过日子吧，我也不管你了。转过头呢，汉中这地方呢被曹操给占了。占了之后，曹操一打听，这马超的媳妇儿在这儿，曹操就乐，嘿嘿，你马孟起呀，真是个完蛋的东西，从来不考虑家人安全。你说你这时候不考虑自己家里人，想怎么着怎么着，得了，我也不能让你好了。
把这董夫人叫过来了，你呀也别闲着了，一个人耍单啊，我这以人为本啊，我替你考虑，你就跟张鲁手底下一个小官过吧，他也担着，你也担着。说白了，那个小官是个极为无能猥琐之人。曹操为什么好这么干呢？羞辱马超。你媳妇儿，你的女人，我送给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，你俩过去吧。你想董夫人日子也不能好过了。所以这马超这媳妇儿，要不就让人给杀了，要不就让人给送给别人。所以马超呢，后来大家给他总结嘛，说这个人是个英雄，能耐挺大，可是一个极端失败的男人。说为什么他能耐大还失败呢？就是马超做事极为冲动，凡事不给自己留后路，不考虑后果，由着性子，我想怎么来怎么来，我怎么痛快就怎么来。这就我们经常说的不知道忍字儿啊，小不忍则乱大谋。你作为一军之主，作为个主子，如果你不约束自己行为，那下边人会跟你一样的。疆场之上动刀兵，这些人要不理智，那得惹出多大祸来。这些祸反过来就会枪击你的自身。所以马超就是一个不知道约束自己的人，不知道忍耐的人。当然这忍字挺疼，为啥？你看忍字怎么写？下边一个心，上边一个刀刃的刃，忍字心横一把刀，就如同一把刀割你的心一样。可是问题是，成大事的人哪个不是铁石心肠啊？哪个怕刀割呀？不经过这种淬炼，人是不可能真正成熟的。所以如果你要是就妇人之仁，我就是小门小户过日子无所谓了，要成大事，这一关必须得过，一定得咬紧牙关，忍人之所不能忍，你才能成人之所不能成。所以马超的毛病是什么呢？不知道忍，不约束自己，凡事意气用事，很难成就大的事业。说《三国演义》这么些武将，谁能耐最大？我估计一说这个，大家会异口同声，那肯定吕布啊！为什么？你看你别人说水平高，说关公过五关斩六将啊，张飞又当阳桥前一声吼，喝断桥梁水倒流。可你说你能耐大，你怎么哥仨打人一个呢？虎牢关三英战吕布，当然这里有水分啊。这三英里头啊，刘备就是个拉拉队亲友团，不太管用，主要是关羽、张飞和这个吕布打。这说明两个人跟人家打也没占着大便宜。所以三国里武将排名嘛，一刘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，吕布排老大。就是说吕布能耐这么大，打遍天下无敌手。你说长相吧，说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。你看这赤兔跟吕布他俩是一体的，赤兔马归搭嘛。说这个武功这么高，能力这么大，你看吕布最后的下场，在白门楼让曹操给抓住了，最后给砍了。说他这能耐这么大，怎么下场这么惨呢？你说吕布关键人品太次，他有个日本名字就叫人品太次郎。说干事情呢也不考虑这个不考虑那个。你看张飞骂吕布有句话说，三姓家奴休敢，燕人张翼德在此。说什么叫三姓家奴呢？说吕布有仨姓。你看咱们现在人说这个谁认谁干爹，吕布很早就开这先河了。什么为三姓家奴？他自己姓吕，姓吕名布字奉先，先拜丁建阳丁原为干爹，这不等于改姓丁了吗？后拜董卓为干爹，又姓董了。所以吕布呢，为了个人利益呢，拜了俩干爹，再加上本姓吕，说他是三姓家奴。干爹这词儿在他那开始就算是给弄坏了。包括后来有个词叫坑爹，也从他那儿来的。就吕布坑自己干爹坑的真狠，这两个人干爹都死在他手上。有人说这吕布呢能耐这么大，最后还这个下场是人品不行。那是不是所有能耐大人品不行到最后都这下场呢？咱们今天得结合吕布这个经历，咱好好说说是不是这种情况下都会导致这样的结果。那么咱说吕布呢，从哪儿说起呢？就作为一个有能耐的男人啊，有想法的男人，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啊，都会追逐属于自己的那种理想状态。什么呢？你比方说咱们这个17、18、18、19的人，你琢磨什么呀？
头脑里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理想，我将来要干什么干什么，为了理想我牺牲一切，有远大的抱负。所以对于很多男人，他成长的头一步，要有理想。第二步呢，到一定岁数了，要成家立业了，感情这时候拿上来了。我为追逐属于我的爱情，我可以牺牲一切。等人到中年了，想的越来越实际，金钱呐、权力呀、等等等等，实际的利益就上来。那么吕布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这三样一样不落，理想、爱情、权力，都是他想要的。咱们通过吕布追逐这三样的过程当中，你就能看出来，能耐大的人他应该把握什么。咱首先说吕布出身，10来岁的时候呢，就到了荆州刺史丁原，就是头一个干爹的门下。他给丁原丁建阳呢当什么呢？其实就是旁边一个卫兵，一考察这武艺手使方天画戟，万夫不挡之勇。丁建阳就喜欢他，你就做我贴身侍卫，我出去打仗你就跟着出去。后来越来越喜欢吕布呢，干脆吧，我岁数比你大不少呢，你给我当干儿子吧，就这么收了吕布为义子。所以这时候吕布呢拜的第一个干爹荆州刺史丁建阳丁原。那么丁原有了这么一个王牌之后底气硬了不少。后来董卓进京，当时是把整个朝政大权呢捏到自个儿手里。董卓呢一看外郡的几个刺史不服他，有这么一天呢，借着商议朝中大事，把这丁原这些人给弄一块儿了。这董卓就话里有话了，说现在朝政是我说了算，你们看皇上他不管用，小孩你们都得听我的。这在座的各位呢，有的呢大气不敢出，真怕董卓；有的心里不服，但是敢怒不敢言。唯有这时候呢，丁原呢在那一副满不在乎样子，意思是你算老几呀？这是我们这都是大汉的忠臣，你一个西凉的过来的就把握朝纲，乱臣贼子啊！丁原不服气脖子梗着腮帮努着着。董卓一看你胆子不小站起来剑就出来了你们各位有敢不听的？就直接眼珠子瞪着丁原，丁原都没在乎。这时候丁原后头吕布站着，这人有能耐，就像咱们看武侠小说是身上有杀气，这股劲头透出来。董卓一看这个人可不好对付，如果现在我要翻脸，他上来几下能给我怼过死。回到府上，董卓憋气，为啥？这个人霸道一辈子惯了，这今天一看有这个场景，他弄不过这吕布，说这个人在一天自己就拿不下丁原，越想越别扭，越想越别扭，怎么办呢？说这人我两条道，一条道把他弄死，一条道把他收为我用，归了我之后，我董卓号令天下，莫敢不从。也赶巧了，这时候呢手底有个谋士来了，这个人呢叫李肃三国演义有名有姓，虎贲中郎将李肃。这个在三国里有一段很有名，还有名有姓，叫李肃月夜睡吕布。就这李肃在这个月亮地儿半夜到吕布帐中，说服吕布投降董卓。怎么说服的呢？这个李肃有点像中国好声音里的汪峰一见面就问你的梦想是什么，他也是这一套。这时候吕布想想，我想雄霸天下在天下英雄好汉面前打出我的威风，让人人都知道我得做个有名的人。李肃说，你现在这所作所为可离你的理想太远了，而且这丁原也没拿你当回事，你就是2军阵前我看你骑那马，什么破玩意儿的马，你这种英雄好汉那得配天下1等1的宝马良驹。说到这儿，吕布说，你意思你那有好的？有我这宝马良驹什么都有。说着话，李肃就把这赤头马牵出来。你知道这个2军阵前打仗，一匹马那可厉害。当时吕布眼睛就直了。李肃说，我们当今相爷董卓大英雄，把持朝纲，你要跟了他，你将来荣华富贵名闻天下。
比你不跟那丁原要强多了吗？再说你看赤兔马，我家相爷充满着诚意，把这么好的马舍出来给你，你琢磨琢磨。吕布啊想了一想，可不是吗？啊，这眼前这利益太大了。这时候他就把他干爹，第一任干爹啊，这丁原丁建阳抛到脑后了，一拍胸脯，哎，早就该听你的，你这一席话呀，我觉得我20年白活了，就这么干了。一拍胸脯答应，我把这丁建阳人头提来见董卓。当然他跟董卓一开始呢，董卓满足了他的地位，他的物质享受，包括给他配置这专车这赤兔马，这都满足了。所以一开始呢，吕布和董卓之间有蜜月期啊，这俩人也拜董卓当干爹了，这爹和儿子哎呀关系好的不得了。而且这个时候吕布确实给董卓办了很多事儿，有着吕布在啊，董卓这个安全系数大幅度提高。所以就这时候吕布是真心的护着董卓。那么他护着董卓，满朝文武恨董卓是恨董卓，没机会下手啊。吕布能耐太大了，万夫不挡之勇，谁也近不了身。所以这时候人想杀董卓，必先攻克吕布这关。怎么攻克呢？吕布这时候可到了快30了，该成家立业了，人都有7情6欲。你要从权势、地位、金钱上，这些人也拿不出比董卓更好的筹码来，那只能从女人上下手。怎么下手呢？这个大伙都知道这段故事啊，叫王司徒巧使连环计，吕奉先大闹凤仪亭。就是大司徒王允有个养女，有4大美人里的貂蝉，怎么样用貂蝉使美人劲离间吕奉先和他干爹董卓的关系。你知道这个美人计使的很有道行，怎么有道行呢？他是先把貂蝉呢介绍给吕布，让俩人形成感情，回过头他再把貂蝉介绍给董卓。所以这个王司徒这招用的很毒辣，吕布这时候就恨上董卓了。为啥？他对貂蝉有感情，心里说我为了追逐我的爱情，董卓在我眼前天大的绊脚石。再加上后来他在凤仪亭私会貂蝉的时候被董卓给撞上了，结果这矛盾就激化了。这时候王司徒开始跟他说了，说奉先呢，你是天下第一英雄啊，自古以来美人配英雄，你说让这美人伺候那么个糟老头子，这貂蝉心里冤得很，他对你是有感情的，你天下第一英雄竟然在感情世界里不能如愿，你多窝囊。再说那董卓乱臣贼子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天下人都恨他，就因为你在这儿，别人敢怒不敢言。你若顺应天下人的意愿，把这董卓干掉，那你可是连名带利带美人都归你了，这好事你能不干吗？吕布眼珠一转，说是为了爱情，他没这底线原则。当初为了匹马，我能把第一任干爹干掉，现在为了个大活人，我第2任干爹也不在话下。一拍胸脯，王司徒你说的太对了，就照你说着办，我头30年我白活了。回去之后就琢磨怎么弄死董卓，最后大兵围到董卓周围，董卓这阵还想着奉先何在呀？奉先何在？吕布旁边，奉先在此，噗！所以第2任干爹就这么完蛋了，死在了吕布追逐爱情的路上。那么你看这会儿功夫，吕布呢已经把2任干爹干掉了，这下他说拜谁当干爹谁都害怕呀。吕布说我认你当干爹，你就滚，你别这么干。所以这时候都神经了弄的，所以他坑爹是坑不着了，那咋办呢？就坑坑大哥，坑坑兄长吧。坑谁了呢？开始坑刘备了。怎么坑刘备呢？这个期间呢，吕布要拜谁当干爹，拜谁的马谁都不敢接了，因为天下都知道他是坑爹，过来之后就要宰你，这人养不住。所以吕布呢自己创业，领着一伙人，结果后来呢跟曹操对上了。这时候曹操已经是兵雄势大，所以濮阳战吕布，把吕布打稀里哗啦。
吕不韦丧家之犬，带着家小，带着点残兵败将，没地方去了。一想呢，谁跟曹操对立呢？当年陶公祖三让徐州，把徐州给刘备了。刘备的跟曹操是对着的，我干脆投刘备去了。他就找刘备去了。这事儿把刘备难为坏了。为啥呢？要不接纳吕布，刘备这仁义之名就出不来。人都说刘备这人很仁义，人家败了还跟曹操打仗败了的，来投你了你不收，这说不过去。可是收了呢，刘备更担心，他知道这吕布是个坑爹之主，连干爹都宰呢，他管自个儿叫声大哥管什么用啊？所以这个刘备想来想去啊，不能留，但还不得不留。这时候呢，想个万全之策，说奉先呐，我这徐州啊地方也小，容不下。这样吧，徐州旁边呢有个小城叫小沛，你呢先在那儿短暂安着安着，将来有好事咱哥俩干呢，再夺更大的地方。就这么着呢，把吕布呢安排到小沛。这会儿吕布也感恩戴德，为啥？他没地方可去，说刘备给他个地方挺高兴。但是在这待着待着，吕布就不甘心了。为啥呢？他觉得自个儿是天下第一英雄，那应该统领四海不在话下呀。屈居到小沛这儿，那好比是龙游前景，虎落平阳，不甘心。正赶这时候呢，刘备个对头淮南袁术呢起了歹心，打发人呢挑唆吕布。他跟吕布还定了个什么呢？咱俩当亲家，我儿子娶你闺女，咱们攻守同盟。吕布一听又动心了，我管他这管这那，行啊！哎呀，你袁术说的太对了，早就该听你的，我这40年白活了。你看这么会儿，20年白活，30年白活，40年白活了。就这么的呢，趁着袁术跟这个刘备开仗的时候，抄刘备后路，西取徐州，把地方占上。有意思的是呢，你要做恶人呢，就做到底。回头这刘备呢，被打得稀里哗啦落魄了呢，吕布还没有把刘备彻底弄死。行，咱俩道个，这回这么我占徐州，你守小沛去。所以你看呢，人说吕布呢有妇人之仁，虽然心狠手辣，坏事还做不到底，好人不会做，恶人不彻底。那到后来吕布呢，东逛那下西逛那下，到底跟曹操碰上了。这吕布打了败仗之后心情不好，对下属处事不公。他有3个下属，宋宪、魏续、侯成，这3个人对吕布怀恨在心。白门楼一仗呢，暗通曹操，趁着吕布呢打仗打困了，坐在那儿睡觉，把他方天画戟偷走了，赤兔马牵走了，拿根绳子8斤头拢2背，嘁哩咔嚓把吕布捆得瓷瓷实实的。最后开城门，把城池献给曹操。这会儿呢，刘备呢已经投了曹操了，在白门楼城门楼上审这吕布。这吕布一上来，捆的结的是吕布，哎呀，捆的太紧了，给我松快点。曹操说：“伏虎不得不紧呐，捆老虎不紧能行吗？你是头老虎啊，谁都怕你啊。”这个时候，曹操有事站起来，出去上厕所去了。这时候吕布看到刘备，哎呀，这个玄德兄啊，这个我求你点事儿呗。曹操别杀我呀，你给我求求情啊。刘备说：“行，直点头。”不一会儿曹操回来了，吕布就求情：“明公不要杀我，你也知道我能耐，我投了你，如何，天下可定啊！什么袁绍谁都不在话下。”曹操这时候心里头啊，其实也琢磨，反正你投谁都没好。一转身，玄德公以为如何呀？征求一下刘备意见。刘备没说别的，就一句话，干脆利索：“明公可曾记得丁建阳、董卓乎？”曹操当时一听明白了，把吕布推出去斩了。把吕布可给气坏了，破口大骂：“刘玄德呀，我真是错教你了，我就不该听你的，我这50年白活了，还死这句上。”把他推下就给斩了。所以你看吕布能耐这么大，到最后落到这个下场。有人说是他人品问题吗？这个人品你怎么看？坏人没好下场，这是一定的。
但是像吕布这样走一步败一步，最后干净利落的走向死亡，这应该说他同时还犯了一个毛病。坏人有时候做事也有底线，你也得分远近亲疏。你像咱们说有的那强盗，你发现他跟街坊邻居处的特别好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他也有底线，道义有道。但是吕布这个坏人当的呢，没底线，谁跟他近他坑谁，时间长了是所有人都不敢跟他接近。所以吕布其实是败到什么上来呢？他这能力虽然大，但做事毫无底线，毫无原则，唯利是图，我怎么合适怎么来。我们现在说会做生意的人先让人家赚钱，你上来就要占人便宜，谁不都傻子？这自然而然对你就有疏离感，逮着机会能把你灭了，人就会找机会去坑你。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电视机前一些观众朋友，你能耐越大，往往在跟人接触上越要小心谨慎。因为能耐大的人，周围人本来就嫉妒你的能力，你再加上做人的情商不够高，很可能使自己陷入非常危险的境界。所以我们说，能力越大的人做事越要有原则，越要有底线。吕布败在什么上？败在没原则、没底线上。好，感谢您收看这期的老梁说天下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